中国最危险的10大挂壁公路，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这10大挂壁公路，每一条都修在悬崖峭壁之上，一边是万丈深渊，一边是刀削绝壁，最窄处不足3米，最陡处接近45度。老司机看了手心冒汗，新手司机直接劝退。他们是人类挑战自然的奇迹，是用钢钎、铁锤和人命凿出来的天路，更是藏在深山里的死亡赛道。今天咱们从第10名到第1名，逐层揭秘这些让人心惊胆战的悬崖奇路，全程高能，建议屏住呼吸看完。排在第10位的是藏在重庆乌溪蓝荫乡大山深处的蓝荫挂壁公路，也被当地人叫做蓝荫天路。这条路全长只有1200多米，但惊险程度直接拉满，路宽不足3米，最窄处仅2.5米，刚好够一辆小车勉强通过。一侧是垂直落差超800米的蓝荫大峡谷，另一侧是坚硬如铁的石灰岩绝壁，稍有不慎就是车毁人亡的万丈深渊。更让人震撼的是，这条路没有任何机械助力，完全是23户村民耗时4年多，一锤一钎纯手工凿出来的。最险的老虎嘴段，悬崖向外突出，路面直接嵌在崖壁中间。开车经过时，头顶是悬石，脚下是深渊。会车时必须一方提前倒车找稍宽处避让，车轮离悬崖边缘往往只有10几厘米，堪比走钢丝。蓝荫挂壁公路没有郭亮洞名气大，但它保留了最原始的险峻。雨季时崖壁渗水，路面湿滑泥泞，冬季结冰后更是寸步难行，是重庆周边公认的自驾禁区。只有胆子够大、技术够硬的老司机才敢前来挑战。第9位，河南新乡辉县齐王寨挂壁公路，藏在南太行齐王寨景区深处，全长约600米，是10大挂壁公路里最短也最隐秘的一条。别看它短，惊险度一点不低，整条路嵌在100米高的绝壁中间，弯道又急又陡，坡度超过30度，部分路段还有落石隐患，堪称迷你死亡公路。齐王寨挂壁公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原生态，没有经过大规模商业开发，路面保留着原始砂石质感，崖壁上还能看到当年村民开凿时留下的钢钎痕迹。这条路连接着齐王寨古村，曾经是村民出山的唯一通道，如今虽有新公路，但很多自驾爱好者还是偏爱这条险路。开车穿行其中，悬崖峡谷风光尽收眼底，每一个转弯都充满未知的惊险。老司机常说，走完齐王寨才算真正见过太行险。第8位，山西晋城临川陈家园挂壁公路，位于豫晋交界，紧邻陈家园水库，全长约1公里，是一条一半绝壁一半湖水的惊险挂壁路。这条路最大的危险在于一侧是垂直绝壁，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水库，路面狭窄且临水侧无防护，落差超100米，一旦车轮打滑，要么撞向绝壁，要么直接冲进水库，双重致命风险。陈家园挂壁公路的路面相对平整，是10大挂壁公路里少数硬化路面，但它的视觉压迫感极强。开车行驶时，低头就是碧绿的水库，抬头是陡峭的崖壁，崖壁上还有多个天然凹陷，形成天然天窗。阳光透过天窗洒在路面，光影交错间更添惊险氛围。这条路也是太行挂壁公路里的新手试炼场，难度中等，但危险系数不低。很多自驾爱好者会先挑战这里，再冲击更险的路段。第7位，河南新乡辉县回龙挂壁公路，位于太行山脉最南端，全长约8公里，核心路段是一条长1000米的 S 型悬崖隧道，被誉为世界最险要10条路之一。这条路1997年开工，2002年通车，全程在山腹内盘旋，弯道密集，坡度极陡，部分路段坡度达35度，单车道会车难，隧道内昏暗潮湿，视线极差。回龙挂壁公路的最大特点是连续 S 弯加悬崖隧道的双重惊险。隧道沿着绝壁蜿蜒，像一条巨蟒盘在悬崖上，隧道内多处急弯，盲区极大，开车时必须全程鸣笛，减速慢行，稍有疏忽就可能迎头相撞或冲出隧道。隧道外的路段，一侧是1000米深渊，一侧是悬崖峭壁，路面狭窄，没有防护。雨季时隧道内渗水，路面湿滑，冬季结冰后更是险上加险。很多老司机走到这里都不敢开快，只能小心翼翼挪着走。第6位，山西长治平顺井底挂壁公路，全长1500多米，悬在太行山半山腰，与山顶、沟底垂直落差均超100米，全程单车道，无防护栏，路面崎岖不平，弯道多且急，开车像在空中走钢丝。井底挂壁公路的名字源于山下的井底村，曾经村子被群山包围，与世隔绝，
村民进出只能爬悬崖、走羊肠小道。后来全村人耗时多年，在悬崖半山腰凿出这条公路，才彻底打破封闭。这条路的惊险在于悬空感极强，站在路面往下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，往上看是直插云霄的绝壁。路面最窄处仅 2.8 米，会车时必须一方倒车，车轮离悬崖边缘不到10厘米。心理素质差的人，光是坐在车里腿都会发软。第5位，山西晋城临川西崖沟挂壁公路，全长近8公里，是太行挂壁公路里工程量最大、工期最长、结构最复杂的一条。3代村民苦战30年，才在悬崖上凿出这条3层天路。西崖沟挂壁公路呈之字形蜿蜒向上，分3层结构嵌在绝壁上，垂直落差超1000米，路面狭窄，坡度陡峭，部分路段坡度达40度，单车道无护栏，落石频发。最险的上层路段直接悬在100米悬崖之上，路面仅3米宽，一侧是万丈深渊，一侧是坚硬崖壁。开车经过时，风从峡谷吹来，车身都能感觉到晃动，胆小的司机根本不敢开窗。这条路的修建堪称愚公移山的真实写照。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西崖沟村民没有炸药，没有机械，全靠钢钎、铁锤，一锤一锤凿悬崖。30年间，3代人接力，凿坏了上万把钢钎，耗尽了无数心血，终于在绝壁上凿出这条生命通道。如今，它不仅是一条公路，更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。但它的惊险程度依旧让无数老司机望而却步。第4位，山西晋城临川昆山挂壁公路，位于王莽岭景区，全长7.5公里，是南太行最险、最窄、最陡的挂壁公路，没有之一。老司机公认的自驾地狱。昆山挂壁公路的恐怖在于它的极致狭窄加极致陡峭加无防护，全程单车道宽度仅 2.5 到3米，部分路段不足2米，坡度普遍35度以上，最陡处接近45度，全程无护栏、无路灯，165个天窗直接对着悬崖，路面是原始砂石路，坑洼不平，雨天泥泞湿滑，晴天碎石打滑。开车走昆山挂壁公路，全程都在悬崖边缘试探，天窗处没有任何遮挡，低头就是1000米深渊。会车时必须一方提前倒车，找稍微宽一点的地方避让。车轮离悬崖边缘往往只有5到10厘米，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。很多自驾爱好者形容，走昆山挂壁全程手心冒汗，心跳加速，每一个转弯都像在赌命。第3位，山西长治平顺红梯关挂壁公路，全长约10公里，是太行山脉最长、最原始、最险峻的挂壁公路，没有硬化路面，全程砂石土路，被称为悬崖上的野路子。红梯关挂壁公路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，800多名村民耗时2年，纯手工开凿而成。如今已正式停用，禁止社会车辆通行，仅少数徒步爱好者和硬核自驾玩家偷偷前往，惊险程度直接拉满。这条路的危险在于原始野性加极致险峻，全程砂石路面，坑洼不平，雨天泥泞不堪，极易打滑。一侧是垂直绝壁，一侧是1000米深渊，路面狭窄，单车道，弯道急，坡度陡，落石频发，全程没有任何补给点和救援点。走红梯关挂壁公路堪比荒野求生，没有救援，一旦出事只能靠自己。路面松软，车轮容易陷进去，悬崖边的路面常年被雨水冲刷，边缘松软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坍塌坠落。很多去过的人都说，红梯关不是公路，是悬崖上的鬼门关，敢走这里的都是拿命在赌。第2位，河南新乡辉县郭亮挂壁公路郭亮洞，全长1250米，宽6米，高4米，是世界闻名的绝壁长廊，被誉为世界第9大奇迹，也是知名度最高、游客最多，但危险程度依旧顶级的挂壁公路。郭亮洞1972年开工，1977年通车。13位郭亮村村民没有机械，没有炸药，全靠钢钎、铁锤，耗时5年，在110米高、1250米长的绝壁横面上，凿出这条25度斜面的人工隧道。修建过程中共投工6万个，清理石渣2.4万立方米，消耗钢钎12吨，铁锤2000个，每一寸路面都浸透着村民的汗水和心血。如今的郭亮洞虽然经过硬化和简单修缮，但惊险程度丝毫不减。隧道嵌在100米绝壁上，35个天窗直接对着悬崖，全程单车道，会车难。隧道内光线昏暗，视线差，雨季渗水湿滑，冬季结冰打滑。
虽然现在景区管控严格，自驾需提前报备，但依旧挡不住游客的热情。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只为感受悬崖开车的刺激。老司机常说，没走过郭亮洞，不算见过中国挂壁公路。排在第一位，中国最危险的挂壁公路是藏在云南鹿圈大山深处的鹿圈挂壁公路，也叫狮子山挂壁公路，全长10公里，33道急弯，垂直落差超1000米，全程单车道，路面崎岖，弯道密集到让人崩溃。老司机公认的死亡挂壁路没有之一。鹿圈挂壁公路的恐怖是极致落差加极致弯道加极致险峻的3重暴击，整条路像一条巨龙盘绕在1000米悬崖之上，33道弯全部是180度发卡弯，弯道急，坡度陡，部分路段坡度达45度，路面狭窄，最窄处仅2.5米，一侧是垂直绝壁，一侧是1000米深渊，落石频发，救援难度极大，开车走路全程都在极限挑战。每一个转弯都可能遇到盲区来车，每一步都可能面临落石坠落，车轮离悬崖边缘永远只有10几厘米，低头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，抬头是直插云霄的绝壁。很多老司机走完全程，手脚都是麻木的，直言鹿圈挂壁不是公路，是阎王殿，赶走这里的都是真正的勇士。以上就是中国最危险的10大挂壁公路，从重庆莱茵天路到云南鹿圈悬崖盘龙道，每一条都是人类挑战自然的奇迹，每一条都藏着惊心动魄的惊险。他们是用汗水、鲜血，甚至生命凿出来的天路，见证了中国人的坚韧与勇敢，也成为无数老司机心中一生必挑战一次的终极自驾圣地。但在这里也要郑重提醒大家，这些挂壁公路大多险峻异常，部分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，自驾挑战风险极高，新手司机切勿尝试，老司机也需谨慎慢行，安全永远第一。你还知道哪些惊险的挂壁公路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